发动缅北战事果敢10月27日行动的3支民地武装，分别是果敢军、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Manda、德昂军、德昂民族解放军、Self、TLA 和若开军 ULA。这3支民地武组成了与缅甸政府军对抗的缅北军事同盟。关于果敢军，以前的视频已经聊过，有兴趣的朋友还请移步观看。本期视频来说说德昂军，这支武装力量被很多人严重低估了。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我们先看一下德昂军的势力范围、活动范围。1、德昂军的势力范围。南散，曼同是德昂军的根据地。缅甸联邦当局在这2个镇区设立了德昂自治区、缅甸掸邦第7特区。自治区的首府位于南散。除了南散、曼同这2个镇区，德昂军的活动区域还有南渡、木姐东南部、南坎南部、贵盖中西部、新威西部、孟密东南部、蘑古东部、角梅西部及北部、腊树北部、西部和瑙丘一部。以上，德昂军的势力范围、活动范围包括了北掸邦高原一带12个镇区外加曼德勒省属的蘑古镇区，计有13个镇区，大致是木姐、贵盖、新威、腊树、西部、角梅、瑙丘、梅缪到曼德勒公路一线的北侧，果敢西侧，克钦邦南侧，曼德勒省东侧的地区范围。德昂军的势力范围、活动范围约 1.5 万平方公里，覆盖人口80万人，远超果敢地区2700平方公里，20万人，甚至逼近北瓦 1.7 万平方公里，40万人。2、德昂族的民地武之路。德昂族是掸邦北部高原一带的原住民，有巴朗、布朗、崩龙、波龙等不同的称呼，都是同一个意思，是汉语翻译所致 Palong。 据清朝史料记载，现今德昂族所生活的地区，在当时由波隆土司，又称大山土司管辖，属于中华故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境内的德昂族人口数量为22354人。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德昂族擅长种植茶叶，其居住地是普洱茶的出产地。英属缅甸时期，1922年8月，英国通过掸邦联邦法案，设立掸联邦，与缅甸本部是同一级别的行政单位。掸联邦由34个小邦联合组成，其中就包括一个德昂族邦。1947年2月，缅甸总督执行委员会及当时缅甸政府、掸邦、克钦邦、钦邦的4方代表签署宾龙协议，争取脱英独立。德昂族邦末代土司昆班辛参加了这次会议。1958年，正值缅甸联邦宪法颁布10年后，根据宪法，掸、克耶等少数民族邦有权脱离缅甸联邦独立。当年，缅甸军方与掸邦发生了当阳大战，当阳就在德昂族邦东南约100公里处。当时德昂作为掸邦成员也参与战事之中，结果是掸方大败，损失惨重。随后，缅甸政府取缔土司世袭制，德昂族邦土司昆班辛也在取缔范围内，至此结束了大山波隆地区的世袭土司制度。1962年3月，乃温发动政变，建立军政府，成为缅甸军控政府的发端。
奈温政府解散民主议会，废除缅甸联邦宪法，搁置少数民族邦自由退出缅甸联邦权利，监禁少数民族上层首领，加大对少数民族武装的军事打击力度。当时，掸族土司原缅甸总统苏瑞泰被捕并死于狱中。在此背景下，1963年1月，德昂族人领导达孔当 Tarkong Thong 成立了崩龙民族阵线 Pelong National Force PNF。1976年，在缅北缅共蓬勃发展的大势之下，达孔当正式成立崩龙邦解放军 Pelong State Liberation Army SLA。德昂族至此走上了明地武装之路。1989年，缅共退出缅北历史舞台后，1991年4月，崩龙邦解放军也效法果敢、佤邦和勐拉，与缅甸军政府达成停战协议。缅甸联邦当局在南散、曼同两个镇区设立了德昂自治区、缅甸掸邦第7特区。和平10多年后，2005年4月，德昂这支明地武被缅甸军政府解除武装，但还有另一支德昂的流亡军。1991年，崩龙邦解放军 SLA 与缅甸政府签署停战协议的时候，崩龙邦解放军内部出现路线分歧，其中的一部分离家出走，南下缅甸与泰国交界的克伦邦，成为德昂的流亡军。克伦邦在下缅甸地区与泰国毗邻，在克伦明地武的支持下，这支德昂的流亡军在克伦邦的马纳普洛 Manarplo 成立了崩龙邦解放阵线 Pelong State Liberation Front PSLF。 这是一个政治组织，其崩龙邦解放阵线 PNF， 也就是本文开篇10月27日行动声明中德昂一方的落款。德昂的流亡军开始在异域他乡发展武装力量。2009年10月，在果敢88事件之后，敏昂莱策反白所成等4人，赶走彭家声，崩龙邦解放阵线召开会议，将其武装力量正式命名为德昂民族解放军 TLA， 这是一个军事组织。同理，其德昂民族解放军TLA 这个名称也是为了区别之前的崩龙邦解放军 SLA。 德昂的流亡军加紧准备重返掸邦北部高原的德昂老家。德昂民族解放军 TLA。 德昂民族解放军 TLA 2010年11月，昂山素季获释。缅甸全国民主联盟 NLD 为下次缅甸大选在全国范围大造舆论声势，美国也开始深度涉入缅甸政局。在此背景下，新的德昂族解放军 TLA 于2011年班师回朝，分批到达北掸邦的南散、曼同两个德昂族世居的镇区。克钦独立军的支持。对德昂民族解放军 TLA 支持的不只有缅南的克伦邦，还有缅北的克钦邦。说一个事件，2014年11月，缅甸国防军炮击了克钦独立军 KIR 总部拉赞镇上的一所军校，造成23名学员阵亡，包括德昂民族解放军 TLA 11名学员，若开军 AA 8名学员，全缅学生民主阵线 APSF 2名学员，亲民族军 CNF 2名学员。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克钦独立军 KIR 在帮助德昂军训练军官。实际上，克钦独立军 KIR 不仅帮助德昂军训练军官，还给予提供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甚至德昂军的军装样式都是仿照克钦独立军的。其实，克钦独立军 KIR 具有武装培训与输出基因，
这种基因可以追溯至二战期间英军雷里克钦支队和美军101克钦突击队。当时这两支队伍给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驻缅日军第18师团以重创，因此可以说，现在的德昂军的整个体系是由克伦军和克钦军联手打造的。5. 缅北战事下的德昂军力量。在克伦军和克钦军的支持下，德昂军实力大增，在掸邦北部高原和山区不断攻城略地，扩大地盘。其中，德昂军攻占了很多南掸军的据点，特别是腊树至脑丘一带，将南掸军驱至木姐、曼德勒公路以南。德昂军与缅军及亲缅民团作战非常频繁和高调，这些战斗无不彰显着德昂军的存在感。从2011年起到现在，德昂军与缅甸政府军交战300余次。从今年7月至11月，德昂军与缅军就交战了100余次。据说，德昂军现在拥有正规部队8000余人，已经成为缅北地区民第5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那么，站在德昂军的立场来看当下的果敢战事，实际上在果敢10月27日行动以前，德昂军与缅甸政府军就已经开打了，并且打了10多年，其声势、频率都大大超过果敢军。以德昂军的视角，果敢10.27行动不过是德昂军与缅军10多年战事的一个高潮，彭家军的果敢行动可是为与德昂军的策应作战，或者说是彼此之间的策应作战，亦或说是德昂军支持彭家军的光复之战。毕竟，德昂军的势力范围、活动范围、人口基数、武装力量都要远超彭家军。事实上，自2009年果敢88事件之后，彭家军就被缅甸军方和果敢4大家族赶进了深山老林，元气大伤。而当时的德昂军从克伦邦班师回朝，兵锋正盛。从那以后，缅北战事实际上是德昂军唱主角，果敢同盟军唱配角。由此似可得出一个基本判断，随着缅北战事的进一步发展，德昂军或许才是真正的区域武装割据的主力军和政治自治诉求的主角色。当然，缅北战事的幕后各方民第5力量还没有悉数登场，比如蒙拉军、北掸邦军等等，好戏还在后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再会。